5月29日晚，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宣布乌军大反攻行动已经拉开序幕，32万乌军已经部署完毕。同时，谢尔斯基也在莱曼乌军指挥部表示，接下来乌军将转入积极的进攻行动。进攻具体任务已经得到确认。让火力军感到无语的是，直到现在，俄罗斯某些评论员还觉得乌军反攻就是信息战，不断宣传反攻就是让俄军保持紧张。然而，从卫星图片显示，近段时间乌军对俄控制区的远程火力打击越来越频繁，数百列火车已经将数十万乌军送到指定地区，只需要泽连斯基的一声令下，这数十万军队就将一扑而上，猛烈进攻俄战区，势必将被侵占的领土夺回。从乌克兰战场卫星探测起火点可以发现，5月中旬开始，乌军对俄军发动的远程打击越来越频繁，发射弹药数量甚至达到4月同时期的4倍。一直对外表示弹药紧缺的乌军选择放开手脚轰炸俄军，只能说明大动作来了。凭借着英国援助的射程250公里以上的巡航导弹，过去打不到的城市，如今也成为了乌军的目标，包括卢甘斯克市、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以及梅里托波尔等。在这次远程打击行动中，乌军还采用了新战术，先对既定目标打出第一轮导弹，然后间隔30分钟，再对同一个目标进行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的目标就是俄罗斯的救援队。这一战术非常残酷，无论是受伤的还是阵亡的，都要挨上2轮导弹袭击。目前可以证实的信息是，位于别尔江斯克的俄军第58集团军第19师遭遇重创，造成伊利亚·奥尔蒂科夫少校等人阵亡。马里乌波尔俄军临时宿营地也遭到了袭击。马里乌波尔前市长表示，乌军袭击俄军临时营地已经造成100人死亡，还有400人负伤。不只是乌克兰境内的俄战区，就连俄本土别尔哥罗德州也遭到了乌军的疯狂袭击。乌军曾在24小时内对其进行了上百次炮击行动。面对乌军越来越频繁的跨境袭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我们必将穷尽所有手段对乌克兰进行报复行动。为了能够缓解俄本土的危机，普里戈金表示，俄罗斯需要在俄乌边境线部署300个营的兵力，同时要求在别尔哥罗德州等边境州进行动员。瓦格纳集团可以担任军事顾问监督。在承受战场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拉开序幕，也随着对莫斯科大规模袭击下打响了第一枪。泽连斯基表示，目前就乌军夏季反攻行动的组织方式与起始时间等问题做出了详细决定，表明乌军反攻前的准备基本就绪，而西方国家也将此次行动看作逼迫普京坐上谈判桌前的重要策略。目前，乌军已经在前线多个地点进行集结。尽管位于巴甫洛格勒的乌军交通枢纽曾遭到俄军重点轰炸和多次空袭，但自5月中旬开始，数百列装备北约军事物资和作战人员的火车仍在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向俄乌冲突的多个战场投送兵力。让外界感到疑惑的是，俄军并未对相关军事运输活动实施打击，任由乌军主力完成兵力集结和火力部署。俄罗斯总参谋部认为，乌军可能会在多个地点发动攻势，包括扎波罗热、巴赫穆特、马林卡以及莱曼等。在上千公里的前线上，乌军可以在60余个攻击地点中选择重点区域进行突破。乌军所装备的绝大部分海马斯与 M270 等重型火箭炮已经集中部署在普里莫尔西克、奥布谢、胡里艾伯勒、新索洛什涅等一线。根据公开消息，乌军会以北约训练的精锐部队作为进攻先锋。新组建的第10军从4月下旬开始，继续进入扎波罗热前线阵地。6万余人早已抵达扎波罗热州的科米舒瓦哈、沃利尼扬斯克以及波克罗夫西克等兵力集结点。在扎波罗热南部交火线乌方一侧的库班、胡里艾伯勒和弗勒达，乌军也部署了2万余人。同时，在这个方向上，乌军还有一支2万人的总预备队，安插在巴甫洛格勒附近，可以随时增援突击部队的侧翼。
在巴赫穆特的塞弗尔斯克方向，4万乌军突击部队一直在持续骚扰俄军防线。卢甘斯克方向，乌军大约有6万人分布在库普扬斯克至莱曼的战线上，再加上赫尔松方向的乌克兰作战部队，目前乌军32万主力已经悄然出现在多片战场。据说整个作战计划是由乌克兰总参谋部与北约高级官员指定的。知道详细方案的不超过5人。根据外界推测，乌军此次反攻行动可能会持续数月，将会利用巡航导弹、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等远程装备，不断袭击俄军前沿阵地，塑造出一个适合乌军展开攻势的战场。以前所发生的各种战争已经告诉我们，长期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谁能更快适应战场，比的是哪一方学得更快。目前的乌克兰已经完成了廉价版的信息化军事改革，并以北约标准建立装甲纵队。俄罗斯同样开始弥补军力短板，炮兵战术更加灵活，双方在炮兵方面都在进行信息化、去中心化，从发现到摧毁的时间大幅缩小，打击速度也更快。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攻，俄军也在加快部署，但30万动员兵已经成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防线上的最大隐患。而瓦格纳自从攻下巴赫穆特城区之后，就宣布会将巴赫穆特交给俄罗斯正规军，并承诺在6月1日前后完成撤离，基本已经接近了尾声。得知这个消息的乌克兰近段时间一直在对巴赫穆特侧翼发动进攻，在乌军不断增强的攻势下，俄军丢失不少阵地。乌军利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试图在瓦格纳撤退之后重新夺回巴赫穆特。尽管目前巴赫穆特城区内仍然安全，但如果瓦格纳雇佣兵彻底从城区撤走，俄军能不能守住巴赫穆特还是个未知数。要知道，瓦格纳在巴赫穆特作战期间，乌军虽然多次向外围2翼发动进攻，但并没有太多的战果。尤其是瓦格纳完全占领城区之后，一度让外界认为乌军败了。然而瓦格纳刚一撤退，乌军立马来了精神。俄军正规部队的战斗力在乌军眼中比不上瓦格纳雇佣兵吗？事实上，不只是外界和乌克兰这么认为，就连俄罗斯国防部也是这样觉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双方之间的战斗并不像普京预期，俄军摧枯拉朽推进到乌克兰西部平原，反而最初的指挥失误、战术失误以及乌军无人机战术加持等多种原因，让俄军在初期行动中损兵折将，损失了不少装甲部队。在现代战争中，训练有素的作战人员远比武器要重要得多。没有装备可以造可以买，但人员培训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就导致俄罗斯有装备但缺乏有经验的装甲部队车组。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机械化步兵与空天军同样如此。俄军战力之所以会快速衰退，与老兵在战争初期损失过多是有着直接的关系。打了1年多的战争，俄罗斯虽然战争潜力仍然巨大，但有经验的老兵已经不多了，不得不征召预备役，并让一些老兵返回现役，以此弥补前线兵力损失。但新兵缺乏长期军事训练，老兵回归虽然能迅速组建有经验的部队，但长期脱离军事训练，想要快速恢复战斗力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俄军只能让这些缺乏经验的部队来参与侧翼防守等相对保守的任务。但在接战后，这些部队发生过多次临阵脱逃的情况。在瓦格纳对巴赫穆特发动总攻时，其防线侧翼多支俄军的临阵脱逃，就给瓦格纳造成过不小的损失。面对乌军的疯狂反攻，扎波罗热的俄军正面临着严重危机，而瓦格纳的解决方案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目前俄罗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了新一轮部队专业军事人员训练。此次俄军希望能培养出5000到1万名武器操作人员，包括主战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的操作人员。然而，想要短时间内培养这么多专业人员，哪有那么容易？没有足够的训练时间，是难以培养能符合战场需求的士兵。即便培养出来，实战中还需要培训各个兵种之间的协作等。前段时间，普里戈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失败了。在入侵之前，俄罗斯制定了去军事化的目标，但如今的乌克兰拥有40万大军，1年多的战争不但没有消耗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反而使其按照北约标准重新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
在这一点上，火力军是支持普里戈金的。目前乌军反攻可能会在乌东和乌南同时展开。回顾去年局势就能发现，乌军就是在哈尔科夫与赫尔松同时展开了反攻，这还是去年的乌军。而从今年开始，乌军从西方国家接收了大量先进装备，包括主战坦克、自行火炮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还有暴风影巡航导弹之类的远程武器，再加上北约训练的作战旅，也已经形成了战斗力。乌军装备水平与兵力远超去年，所以从乌克兰战场来看，短期之内俄罗斯或许占据一部分优势，但从长期角度来看的话，俄罗斯才是劣势的一方。在巴赫穆特争夺战结束后，俄军最大战果就是打开了向斯拉夫维扬斯克挺进的道路，而乌军位于斯拉夫维扬斯克的防御工事仍在修建之中。就是因为失去了巴赫穆特，才让乌军后续防御压力增大了。但长期来说，俄军迟迟不进行战争动员，这样为俄军下一步大规模行动造成阻碍。俄罗斯当前目标仍是占领顿涅茨克全境，但乌克兰并没有停战的想法。泽连斯基此前就已经表示，除非俄军全部撤出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否则一切免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俄军占领顿涅茨克全境，也不可能将乌克兰逼上谈判桌。如果继续作战，那么俄军兵力与装备迟早不够用，因为今年的俄军已经比开战之初的俄军弱很多了。不仅是装备，还有人员素质。在经历部分动员后，俄军在前线兵力虽然达到30余万，但相较于乌军在本土作战，俄军还是处于劣势的。所以乌军继续向乌东和乌南方向作战，还是具备实力的。不过顿涅茨克是俄军长期经营的堡垒区域，想要打下来难度不小。乌军保险起见，会选择2个方向展开作战，并确保1个方向作战成功才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乌军在南线作战成功率最高。虽然俄军在这里也有部署的防御部队，并且建造了大量工事，但从整个战局来说，俄军在后勤不利的地区作战难以有获胜的可能。基辅撤军是因为后勤，第聂伯河右岸大撤退也是因为后勤。乌南距离俄本土较远，既不能获得空天军的有力支援，又无法保证后勤物资的支援。在黑海还有北约飞机不断巡逻。而在乌东方向，乌军主攻防线应该是斯瓦托克里米纳。不过这条防线经过俄军长时间经营，乌军想要拿下必将付出一些代价。但只有突破了这条防线，乌军才能继续在乌东地区收获战果。总的来说，火力军倾向乌南战场，因为这里的胜率更高一些，而乌东地区可能会有进展，但绝对比不上乌南。即便如此，只要乌军能在乌南地区有突破，乌克兰整体战略态势同样会有大改变。因为解决了俄军在乌南的部队，克里米亚半岛就危险了。这时的俄军将陷入两难境地。你们觉得此次乌军反攻会将主力战场选为乌南吗？又或者是俄本土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